大家好，这个视频将引导大家快速掌握神经网络的核心知识。这是一个神经网络的框架图。神经网络由红色的输入经过蓝色的处理，最后产生绿色的输出。为了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，这里将用一个最简单的网络架构向大家介绍。这个网络架构是一个输入、一个处理和一个输出。红色的输入代表一个初值，蓝色的处理代表一个 y 等于 w 乘以 input 加 b， 或者说 wx 加 b 这样一个一元一次函数。它对应神经网络中的一个神经元。x 就是神经元的输入， w 和 b 是神经元内部的状态参数。这样一个神经网络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。这里我们有一系列的样本点，我们要找出这些点 x 和 y 坐标的规律，就相当于解 y 等于 wx 加 b 这样一个一元一次方程。按照我们传统的解法，我们只需要知道两个值就可以求解了。但是这里呢，我们用神经网络的算法，我们把 w 和 b 初始化为5和10，使用这2000个点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。这2000个点都有 x 和 y 值，神经网络的目的是从2000个点中学出 x 和 y 的关系，这样给出新的 x 值，神经网络就可以预测出对应的 y 值。这个预测的 y 值记作 y 撇。通过 y 撇和 y 的方差来判断当前神经网络的误差。这里有个术语叫做 loss， 中文叫做损失，而计算损失的这个函数我们称之为损失函数。这里我们用的是 MSE， 就是均方差。均方差越小，神经网络预测越精确。对待不同的需求，我们会使用不同的损失函数。神经网络学习的过程就是让 loss 最小化的过程。如何让 loss 最小化呢？这里要引入一个梯度的概念。所谓梯度，就是 loss 相对于 w 和 b 的偏微分。更通俗一点，就是 loss 相对于 w 和 b 的变化率。这里有两个值，一个是相对于 w 的，另一个是相对于 b 的。有了这个梯度值，我们就可以调整 w 和 b 来减小 loss， 从而使神经网络的预测值与样本点的实际值更加接近。这里我们引入一个学习率的概念，调整的方法就是 w 和 b 减去它们各自对应的梯度值与学习率的乘积。这个学习率是一个系数，通过这个系数来调整学习的速度。这个 gradient 就是梯度。调整了 w 和 b 之后，我们再重新计算预测值，然后再次计算 loss， 根据新的 loss 继续调整 w 和 b， 直至 loss 降到一个最小值。此时神经网络的训练就算完成。对复杂的神经网络， loss 是一个局部最小值，因为 loss 对 w 和 b 的曲线有可能有多个山谷，因此 w 和 b 的初始值不同，你最终经过学习可能会走到不同的山谷。也就是说，神经网络经过学习，它最终的准确率与它的初始值关系很大。我们下面来看一看神经网络学习的过程。这个视频向我们展示了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。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对应一元一次函数 y 等于 wx 加 b 这条直线对于样本点的拟合过程。随着 w 和 b 的改变，我们这个神经网络越来越准确地能够反映 w 和 x 的对应关系。现在让我们把问题变得更复杂一些。我们的样本点不再沿着直线分布，而是如图所示，带着曲线的分布。那么我们刚才的神经网络有能力拟合出这样一条曲线吗？显然 y 等于 wx 加 b 是一个直线方程，无论怎么调整 w 和 b， 它最终的输出永远都是一条直线。为了能够处理这种非线性问题，我们引入一个变形函数到我们的架构中。在神经网络中，
我们称之为神经元的活化函数。这里，神经元后面这个蓝色的滩，就是我们引入的活化函数。神经元和活化函数一起构成一个带活化的神经元。神经元可以有不同的活化函数，这里我们使用碳，因为它对直线的变形结果与问题的图形最相似。活化函数除了使神经元能够处理非线性问题，同时它还对神经网络的输出进行归一化。比如这个碳，它的输出一定是在负一到正一之间。当有多个神经元的时候，我们统一神经元的输出范围，对于神经元的多层叠加是非常有利的。因为每个神经元，它们的输出在统一的范围的话，它们后面层次的神经元便能对它们的输出进行更加公平的对待，从而减少神经网络中经常遇到的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的问题。好，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加入活化函数的神经元的训练过程。最终，我们拟合出了一条更加贴切样本点分布的曲线。